小草草，你。 啊！你快跑！张先锋！ 吉米仙子，
兄之腹地，熊熙作乱捣毁了南天门，请他速派兵前来驰援。
天道壁，日月聚，出杳杳，入冥冥。羽魔杵。金仙子，你刚才给他撒的什么呀？仙人掌刺半花粉。小心！
出瑶瑶，入明明，魑魅魍魉。魑魅魍魉，后面是什么呀？接香王，接香王！锦觅仙子，锦觅仙子，锦觅，永别了，凤凰，帮我跟长房主道个歉，就说来世是穷奇的血。我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毒侵骨髓了？你刚才做得很好，封印成功了，穷奇的血毒已经被陨魔杵消除了。啊？啊？那我也太厉害了吧！锦觅，我在这里。肉肉，肉肉，你在哪儿啊？肉肉，我在这里。锦觅，锦觅，我在这里。鼎，肉肉，你是在鼎里吗？锦觅，我在鼎里，你快把我放出去！锦觅，快救我！我好难受！锦觅，快救我！我好难受！快救我！救我！锦觅，快救救我！肉肉，锦觅，你能帮我把这火印解开吗？我被这火印烤得难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要被烧着了！我来救你，锦觅，快帮帮我！我来救你，锦觅。
拿下！不是，护世军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围攻他？回头再给你解释。护世军！啊，小相公，你来的正好。不会是来劝架还是打架的？如果是打架的，大可不必了。我顾不着凤凰一个人就能灭了他。哎，小相公，你快去劝劝他们，让他们别再打了。你赶紧劝劝他们吧。别着急，我需要验证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放心，我们目前还不会要了他的性命。方才我见你水系术法修为尚可，不知遇见你们水系大宗师夜神殿下能打过几成？我们夜神只修水系，打不过的话，不妨加点火灵调剂一番。萤火珠，是他！快走！属仙。夜神殿下，
夜神殿下，辽元君，不知殿下营夜前来，所谓何事？方才我在北天门当值，见一黑衣人突然闯入，一路向这里奔来，不知辽元君可曾注意？不曾见到。你们可曾见到黑衣人？不曾。现下正是续凤涅槃的紧要关头，只怕那黑衣人心怀不轨，意在续凤，还请辽元君随我进去，一道捉拿。天后有旨，今夜紧闭气无宫，任何人不得打扰，还望殿下见谅。好吧，方才我与那黑衣人交过手，此人灵力高强，修为十分了得，还望辽元君多加防范。大殿下与我家殿下兄弟情深，末将感怀，不敢懈怠。如此，那便告辞了。皇上，秦董，你带领众将士在此休息几日，本王此次围猎，不日便归。是，皇上。梁国人，随我突围！
天界的人。马蹄声三响一轻，矫正不快，温血马是南边国的赤练军。好像是官兵，走！哎呀，别管这些了，我带你上小道，走！快，搜仔细了！是。你们几个去那边。干什么？那边可搜过了，都搜过了。此处人迹罕至，无人居住，只有猎户和圣衣族的人偶尔来采药打猎。去附近村镇搜搜，遇到冒充王上者，格杀勿论。撤！是。冒充本王，怕是给师君找借口吧？是谁？为何鬼鬼祟祟不肯现身？现身吧！
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先除掉这个家伙。没事吧？黄铜片还给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公主不用再装了。公主，公主，公主，伤怎么样？你站住！抢不到灭灵剑，杀了变成公主，也算给大王一个交代。有赏！
追过来了，快，杀了火神，好去找大王领赏。说，你到底是不是木慈？你拿灭灵剑，究竟要对付谁？抢不到灭灵剑，杀了变成公主，也算给大王一个交代。有赏！启禀天后，夜神他们便是从这一带下去的。果然灵力有度，恐怕我们已经找到老巢了。先回天界召集天兵，把他们一网打尽。是。我道是谁？原来是天后法驾。我以为是谁呢？又是你！水神的地盘，你怎在此？果然包藏祸心。这可不是子方云宫。天后一来就气势汹汹地污指我和水神包藏祸心，天界还有没有王法了？也不想着给天帝存些颜面。大胆！你跟谁说话呢？你们窝藏天界重犯，当我不知道吗？我倒要看看，你牙尖嘴利有几条命。我跟这位兄台还真是八字犯冲。原来你是天后的人，看来谋杀紧密，是天后在背后主使了。杀他灭口，将功折罪。是。你终于来了，是你，是我。太湖龙鱼死而不僵，我先前就有一心，你这妖姬，诡诈多端。哼，今日我定要召你去见你的族人。太尉无道，如我一生，图咬你夺我子，灭我全族。千年来我寝食难安，是要尽负你们的暴政。今日天地不在，替天行道，杀了天后，也可告慰无辜的父兄和族人了。哼！逆日兵临，原来你就是谋害我儿的幕后真凶。
看着不错，闻着也不错。殿下的一番孝心，我想洞庭君必会感动的。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我打算待锦觅结束历劫，带他去见母亲。有这两。锦觅仙子那样的性子，定会得老人家的喜爱。眼看就要到洞庭湖了，殿下将这生鸡膏收好，免得洒了。哥的姐姐，李儿，小泥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又离家出走了？不好了，有人要杀娘亲。什么人？金色的。天后。任玉，你也要跟我作对吗？母神，她是孩儿的生母，求母神看在父帝和孩儿的面上，网开一面。你这孩子，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连你小时候的魄力都不如。你忘了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是来接我上天的吗？你很想上天吗？待在湖里太痛苦了，只要不待在湖里，我哪都愿意去。只要你听我话，跟我走，那你就不用受苦了。那我娘亲呢？你娘亲也会解脱的。这颗浮梦丹吃下去，大梦三生，往事皆如浮云，如你所愿，那你就解脱了，你娘也会解脱了。都是因为我，娘亲才会过得这么辛苦。娘亲，李儿知道你爱我，可是娘亲的爱太痛了，李儿实在承受不住。娘亲，李儿走了，没有李儿这个蚩尤，娘亲一定会很幸福。是孩儿错了，娘，孩儿回来了，孩儿不会再走了，孩儿再也不离开你。润玉，
你可想好了？你现在是天帝之子，难道要认贼作母吗？灵儿，母神，孩儿知道，这么多年来，您总在担心我会与旭凤相争。其实孩儿从未生过此心。我与圣母分别多年，我现在只想和她一起安静的生活，其余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向母神网开一面。今日你若选他，你就不要再叫我母神。母神，我求您了，我求您放过他吧，我求您了，我求您了。既然你执迷不悟，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我求你了，母神，我求你。就是生下你。孩儿从未恨过娘亲，孩儿全都相信。原来娘亲没有抛弃孩儿，是孩儿受了天后的诱骗。服了他的伏梦丹，这才娘这一辈子亏欠你的太多，这些年娘亲好过的，娘累了，剩下的路就靠你自己一个人去走了。娘好累，你就这么抱着娘，抱一会儿。不，娘，你别睡，你别睡。孩儿这就来救你，孩儿这就来救你。救你，大爹，干娘恐怕已经不行了。
月月，现在轮到你了。月月，现在轮到你了。夜神节哀。过去1000年，洞庭湖的100万生灵皆仰赖洞庭君的照拂。今日令堂羽化而去，夜神一怒，恐将浮尸千里，还望夜神千万节哀之怒，以天下苍生为念，承继洞庭君遗责，为令堂积德行善。水神，你来的正好，给我杀了这个孽子。好，那今日本座便亲手送你跟你娘亲团聚。住手！祭灶夜宴，便有业果。这么多年，天后四处树敌，果真是问心无愧，毫无忌惮了。你窝藏宿离这么多年，今日你的地界上又发生这样的事，水神莫要告诉本座，你对这妖姬的阴谋一无所知。见到天地，自有分说。干娘想对你说的话，她的前尘往事，都收摄在这颗夜明珠里呢。
哦，凤凰，对了，你春梦里的那位仙子是谁啊？是哪位仙子可以如此荣幸得到你的垂青啊？没有这个人。罢了，不承认也没关系，反正我都看到了，你梦中的那个女子长得跟我十分相似，我随便一问，到时就能问出她是谁了。就是你。什么？我？女孩无意中看到野兽吐出的梦境，正是凤凰抱着一名女子亲亲的场景。八卦的她立马追问那位仙子究竟是谁，没想到从凤凰的嘴里听到是自己。就在锦觅大吃一惊还没回过神来时，凤凰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说自己怎么可能会在梦中亲锦觅，必定是锦觅没有看清楚，那不是亲她，而是一直在咬她。锦觅一听瞬间吓傻了，不可思议的看着凤凰，咬我干什么？我真身是只鸟，素常爱吃果子。凤凰极力掩盖自己的小秘密，责怪锦觅不好好修炼心法，还四处给他惹祸添乱，更是表示恨不得扒了锦觅的葡萄皮，晒成干嚼碎了吃下去。这番操作成功的将锦觅吓住，他怎么也没想到凤凰做梦都想吃掉自己，一时委屈的快哭出来。凤凰知道把锦觅唬住了，可又担心吓坏了他，便解释梦境不能当真，这次就当给他个教训，下次再敢偷窥上神之梦定不轻饶，并警告锦觅绝不可将此事告知第三人，否则也不会放过他。等一下，你是不是不会算数啊？你、我、小仙瓜加上刘英，那就4个人了。凤凰刚想发飙，锦觅连忙认错，表示殿下说的什么都对，还是6界之中最帅的男子，人也是最好的。锦觅恳求凤凰不要把他变成石头大白菜，也千万不要再咬他了，做梦也别咬。就在这时，刘英和润玉来到了当场，他们发现了穷奇的踪迹。随后几人来到赤刃山的岩洞外，因穷奇受伤又喜爱灵芝，于是锦觅在洞口种灵芝引出他。一想到好友就是被穷奇所害，锦觅努力地种了一颗又一颗，很快地动山摇，穷奇就要出来，但锦觅却没有收手的意思。这回一定要把穷奇引出来，好为肉肉报仇。凤凰见怎么也劝不动锦觅，干脆一把将他抱起带离了洞口，躲在了岩石的背后。随即二人一同观察洞口的情况。锦觅觉得灵芝还不够多，趁凤凰不注意跑到一旁，又开始了种灵芝的任务。眼看穷奇即将走出洞口，好在凤凰及时发现，把锦觅抓了回来。果然穷奇在灵芝的诱惑下，一步一步走向阵法之中，最终经过几人合力成功封印凶兽。但这天锦觅与肉肉分享报仇了的喜悦时，封印着穷奇的御魂鼎传来肉肉的声音：锦觅，我在这里。心思单纯的锦觅轻易上当受骗，被穷奇控制了意志，打开了御魂鼎。瞬间重伤的肉肉出现在眼前，不停的请求锦觅救救他，帮他把身上的火印解开。眼看锦觅着了穷奇的道，就要坏大事，好在凤凰及时赶来打断，随后施法把穷奇关回了御魂鼎，却不料手掌被穷奇的温针所伤，没一会就彻底晕死了过去。如今只有叶幽藤能解毒，可叶幽藤是花界圣草。然而花界与天界积怨已深，想要说服花界把叶幽藤给凤凰，只怕很难。为了救凤凰，锦觅只能先回花界。我在情书里找到每声相遇的地方，我会在那里等待，一起看斜阳。自知命不久矣的圣女，终于冲破心中的枷锁，勇敢地向一王表达了爱意。就在之前，一王多次向锦觅表白，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拒绝。此后几天，锦觅躲在房间，不肯与一王相见，这整的一王很是苦恼，不明白自己到底哪做错了，于是有心向侍卫请教一番。若是你的媳妇儿不高兴了，你该如何哄她开心？那就要看看媳妇儿不高兴的程度。若是一般的不高兴，买些新鲜的小玩意儿哄哄便可。若是特别的不高兴，你当如何呀？那就买些更贵的小玩意儿。一王对这个提议不满意，毕竟圣女可不是平常女子，可如今他也没有好办法哄锦觅，只能让侍卫把新鲜又贵的小玩意儿寻来。很快一大堆物件摆放到了一王面前，却没有一样东西入他的眼，直到侍卫把小乌龟拿出来才称心，因为一王认为他胆小怕事，缩头缩脑的样子像极了锦觅。随后一王便带着小乌龟来找锦觅，正好看见锦觅在欣赏一片鳞片，不知鳞片来历的一王很是好奇，于是上前一把夺了过来。锦觅连忙解释，这是一位放路的神仙所赠的龙鳞。男神仙还是女神仙？男神仙。听到这里的一王顿时醋意大发，一本正经地说世上哪有龙，对方肯定是一个骗子。不可能，臣亲眼看过好几次，绝对是货真价实的。亲眼所见。一王生怕媳妇被人撬走，紧张地追问两人见过几次。王上这么紧张干什么呀？我哪有紧张？锦觅想要把龙鳞拿回来，表示若一王不信的话，他可以把润玉召唤出来。一王当然10000个不同意，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不准。而且书上说一条龙的逆鳞，只有咽喉下的一片是月牙状，但龙之逆鳞拔之将死，出之必灭。有哪条龙会少到让人去碰，又有哪个不怕死的会去拔呢？这个骗子连龙鳞都做得那么不走心，亏得你信。一王不相信这是龙鳞，但见锦觅十分重视，因此想要锦觅把龙鳞送给他。然而锦觅却坚定地拒绝了，怕一王生气，又缓和语气解释，是朋友所赠，再赠与他人不合适。闻言，一王不再为难锦觅，把龙鳞还给了他，随即又拿出小乌龟送给他。收到礼物的锦觅格外开心。你觉得他像不像你？像。
见锦觅不理解其中表达的含义，翼王便碰了碰小乌龟的脑袋。锦觅懂了，可依然冲不破族规的枷锁。这时的翼王却提出来而不往非礼也。锦觅问他想要什么礼物，翼王说从来自己想要的都只有一个，要锦觅好好想想，便离开了当场。结果这边刚等翼王离开不久，待在原地的锦觅却咳出一口血来。夜里锦觅给枪活过生辰，以前两人说好不用送贺礼，今年锦觅却特地准备了一盆多肉送给他，因为再不送只怕以后没机会。很是讨喜。不知为何，我就觉得吧，他跟你十分神似，特别可爱。等锦觅喝醉过去后，他又遇到了之前梦到的冰霜花，里面的人说锦觅可以帮助自己，他喜欢上了一个人，要出去告诉他自己爱他。锦觅想知道爱是什么感觉，冰霜花里的女子说爱就是看到他就高兴，时时刻刻的都想和他在一起。锦觅对照了自己的状态，意识到自己对翼王就是这种感觉。这时枪火把锦觅唤醒，原来是翼王召锦觅过去一趟，他精心布置了一场皮影戏。等锦觅缓缓落座之后，翼王则开始表演起二人的故事。整个皮影戏中，翼王讲述了自己和锦觅在山上如何相遇，到后面的相处演了一遍，惹得锦觅甚是欢心。于是锦觅也参与其中，与翼王一起演皮影戏。医者为何以杀覆灭呀？王上，奴家丑。无妨，本王下。那如此看来，王上与奴家真是蜈蚣配蝎子，杜仲配牛膝，天造地设，天下无双啊！锦觅看着眼前的翼王，想起他送自己的小乌龟，当即决心勇敢一回，撩起面纱吻向了翼王。惊喜来的猝不及防，翼王被这一亲吓傻了。我刚才是不是特别丑？有没有吓到你？太快了，没看见。于是锦觅干脆解开面纱，再次吻向了翼王。这一次锦觅彻底不顾族规，勇敢地踏出那艰难的一步。也不知二人亲吻了多久，直到完事之后，翼王还有点不敢相信。你不怕死吗？我虽然贪生怕死，但是我更喜欢你。幸福来得太突然，翼王怀疑是在做梦，要么就是锦觅喝多了耍酒疯。锦觅狠狠地掐了一下翼王，证明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梦，并且他也没有喝醉，所说的话皆出自真心。我喜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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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相爱的两人在这一夜走到了一起，情到深处，锦觅体内的允丹四分五裂开来。可就在两人正准备再次亲吻时，侍卫却不合时宜地闯进来，打断了他们。左手化成雨，右手成鳞片。某时在云上，某时在林间。女孩为了给亲人报仇，竟毫不留情杀了深爱自己的男人，却不知此举将令她后悔终生。然而遭受了致命一击的旭凤，却并没有丝毫怪罪锦觅的意思，而是问出了心中最重要的疑问：你可曾爱过我？从未。听见此话的旭凤瞬间觉得全世界都塌了。伤他最深的不是捅在内丹经元处的那把刀，而是锦觅冷冷说出口的那句从未。一直以为的两情相悦不过是一场阴谋算计，伤心欲绝的旭凤缓缓闭上了双眼，随即一滴绝望的泪水从眼角滑落。此时一缕青丝飘飞来到锦觅眼前，正是之前为了查看旭凤内丹经元在哪，以爱之名赠送给他的一件信物。果然旭凤将它贴合在了自己内丹经元之处。尽管锦觅体内的允丹早已被修复，可现在的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旭凤浓烈的爱，只是在允丹的压制下依然不懂情是什么，直到眼睁睁看着旭凤一点点消散。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掸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占据锦觅的心扉，万分悲痛之下，竟吐出了绝情的允丹。因此，锦觅被压制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和觉醒。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随后承受不住打击的锦觅晕死过去，而天地终是不忍心看着旭凤灰飞烟灭，他强势催动灵力化身为龙，用自己的元神留下了旭凤最后一魄，并在临死前交代穗禾一定要救回旭凤。自此以后，悲伤过度的锦觅一睡就睡了半年，醒来后恍恍惚惚，总觉得一切都是一场梦，但还是想起自己是真的杀死了旭凤，顿时伤心的泪水便控制不住的往下。蜜儿，蜜儿。当上了天帝的润玉听到锦觅苏醒，兴奋的立即过来看望他。可锦觅的眼里心里只有旭凤的存在，此时的他只觉得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在痛。我好难受，可是我不知道哪里难受，我的嘴里都是苦的。好，蜜儿，
只要吃了糖就不苦了。润玉明白锦觅是为旭凤的死而难过，只能变换出甜甜的糖给锦觅解苦。但没想到锦觅刚把冰糖放入嘴里，下一秒冰糖就和着血水吐了出来。就算看到锦觅是如此痛彻心扉，执着的润玉也绝不会放他离开自己。看到门外属于他们之间的昙花开得很好，润玉自顾自的承诺，等锦觅身体恢复，要在这个春天为两人补办一场大婚。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我会在那里等待，一起看斜阳。女孩心甘情愿被魔尊扑倒，怎料对方口中却唤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顿时就令爱她如命的锦觅心如刀绞，满心的欢喜在这一刻都化作绝望，随即跌跌撞撞仓皇逃离了当场。起初锦觅只是想远远的看旭凤一眼，她看见大殿内歌舞升平，好不热闹，而身为魔尊的旭凤则逍遥自在的饮着酒。可锦觅又想离心上人更近一些，于是隐身走进大殿内仔细观看，但没想到侍女仅仅是盛上去一颗葡萄，就让旭凤的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开来。是谁把这葡萄端上来的？不知道尊上最讨厌这水果吗？尊上饶命！尊上饶命！凤凰，你果然很透露。回到天界，锦觅看着二人的定情之术，明白自己对不起旭凤，不该再去找他。可那颗爱他的心怎么也控制不住。此时锦觅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最终他决定把选择权交给凤凰树。如果凤凰树开花，就再去找他；如果不开花，此生永不再见他。锦觅施法后闭上双眼，等待着结果。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凤凰树恢复生机，开满了绚烂的花朵，因此锦觅有了再去找旭凤的勇气。他幻化成小兔子溜进了大殿中，殊不知旭凤一眼就看破他的障眼法，故意在宴会上和穗禾大秀恩爱，当着众多人的面亲手为他披上武侠配衣。见此情形的锦觅当即沉浸在了悲伤中，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侍女抓在了手里。穗禾看这只兔子生得好看，便向旭凤讨要，准备把它驯服成为自己的妖宠。有些东西不是你想驯便驯得来的，你真想养它，却不知哪日它会反扑于你。不过是一只兔子罢了，何况它这么乖顺。乖顺？让本座看看，它真的乖顺吗？在看到那对熟悉的兔耳朵时，瞬间就令旭凤陷入了回忆。那是他第一次带着锦觅去魔界。好看吗？啊，好看吗？这些美好的回忆不禁让旭凤动容，伸手想要触摸眼前这只可爱的小兔子，但锦觅觉得不能让旭凤发现是他，可一时又没有好办法让自己脱身，情急之下只能朝他的手咬了下去。生气的穗禾直接命人将兔子处死。为了救下锦觅，旭凤假装愤怒不已，要对兔子拔毛去皮上火架烹烤。还好这一招下的穗禾提前离去，旭凤再悄悄施法让侍女松了手，成功的让小兔子逃脱了他们的魔爪。等到了安全的地方，锦觅立即变回了原样，可他并不甘心就这样离开魔界，悄悄摸摸的潜进了旭凤的寝宫，见他睡着便坐在床边诉说心里的话。你这么恨我，我却好想你，我每天都在想你，我真的好想你。随后锦觅又为咬他的一口道歉。这时的旭凤迷迷糊糊的说要喝水，没想到就在锦觅准备去拿水时，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我会在那里等待，一起看斜阳。当锦觅摸到那被自己捅的伤疤，便不再挣扎，可下一秒却听到旭凤唤着穗禾的名字。接受不了的锦觅立即推开了旭凤，伤心的他来到一处无人的寂静之地，想到旭凤和穗禾已经如此亲密，锦觅就认为自己实在太没用，明知如此还要来自取其辱。此时的他很想找人诉说内心的酸楚，于是施展召唤燕幼君的法术，岂料被召唤来的是重伤昏迷的燕幼君。顾不上难过的锦觅当即决定先把人带回花界再说。你又算什么好东西？当时旭凤背后那一捅还不是你捅的吗？那还不是因为你？没错，我受你的允诺，我做了很多不可饶恕的错事，可那些报应我都承受了。但是你做的每一件我都记在心里，你所造下的罪孽，一件都没想逃过。心思歹毒的穗禾终于露出真面目，而这却多亏了月下仙人的神助攻。他真情实意地诉说旭凤复活的真相。锦觅不仅用变色之力交换了玄穹之光，更是用自己的真身来承载玄穹之光。可锦觅的真身不过是一片霜花，因此被炼化的他差点灰飞烟灭。听完这些的旭凤终于明白自己错怪了锦觅，便径直走到锦觅面前，真诚地向他道起了歉。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闻听此言的锦觅立即露出了震惊之色，因为旭凤转变之快让他有点不敢相信。没想到下一秒旭凤就牵起了锦觅的手，并希望锦觅给他以后好好补偿的机会。若锦觅愿意，从此旭凤便和他夫妇一体，就算岁月混沌巨浪滔天，也绝不放开他的手。此时锦觅感动的完全相信了旭凤的情话，随即一头扎进了旭凤那久违的怀抱中。旁边的穗禾看到这一幕简直快气疯了，而月下仙人何流英则是一副欣慰的模样。这对有情人历经坎坷终于解开误会在一起。锦觅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拥抱他最爱的凤凰，也不知二人如此深情款款的抱了多久。极度成狂的穗禾是一秒也看不下去了，于是趁锦觅还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喜悦中时，祭出琉璃禁火准备要了他的命。好在
旭凤及时察觉穗禾的意图，将这致命一击给阻止了下来。琉璃精华，果然是你！你原来早就怀疑我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你们设的一个局而已。穗禾，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是你杀了我弟弟跟林秀仪吗？是又如何？我那么做还不都是因为他？事已至此，穗禾仍然没有意识到错误，只是伤心地诉说自己那么真心爱旭凤，他却联合他人只为激出他的琉璃禁火。对穗禾来说，旭凤这般做真的是好狠。说到很紧密气就不打一处来。穗禾杀了他爹爹和林秀仪，也是他陷害旭凤重伤晏幼，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个不狠？今日锦觅便要和穗禾算个清楚，但穗禾觉得锦觅也不是个好东西，因此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随即穗禾开始酝酿大招琉璃禁火。同时，锦觅也正酝酿着自己的大招。紧接着，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就这样打起来的，他们谁也不让着谁。可健壮的旭凤生怕锦觅受到一丝伤害，当即毫不留情地出手击退了穗禾。顿时，众人皆把目光投向了旭凤，毕竟大家都知道穗禾和旭凤有几分情谊。果然，片刻之后，穗禾开始道德绑架，说自己耗费一身灵力保旭凤行破。难道旭凤就是这样报恩的吗？旭凤明白他对自己有恩，所以不杀他，但要革去他鸟族族长之位，还有琉璃禁火。可仅仅这样做还是对不起很多人。旭凤认为穗禾心中的恶因他而起，作为穗禾的表兄，未尽到规劝引导之责，因此旭凤决定散去自身的半数修为，给所有受害者一个交代。散去这半身修为，既是对我的惩罚，也是对你的归结。众魔听令，传谕魔界，日后再见此女，若她改邪归正，不得为难；若她护恶不改，格杀勿论。说完，旭凤便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当场。而此时报完仇的锦觅心里却是百感交集，他不知道旭凤之前跟自己说的情话出自真心，或者只是为了激怒穗禾。刘英要算木慈的账，准备杀了穗禾。锦觅连忙拦下刘英的鞭子，他觉得穗禾已经是个废人，活着比死了更痛苦，所以由他去吧。但刘英不想就这样便宜了穗禾，于是命人将他流放荒原，永世不得踏出魔界。写一封情书，一初见作为开场。万年一段，千年一行，1000年10000年，从此两不相忘，人世间如何慌张。旭凤苦等500年，终于等到转世的心爱之人。而他之所以能和带着记忆的锦觅再续情缘，这一切多亏了未卜先知的斗母元君，给了锦觅香辉护体，保住他的一丝元灵。再者，天魔大战，锦觅以身殉国，拯救6界于水火，乃是无上功德。所以在那刻，他的致命情结就已解除。因此，斗母元君非常直白地告诉旭凤，锦觅会在他们最初相恋之地等着他。500年后，锦觅降生在唐月居，从小就痴迷于修炼，琢磨如何才能入魔。只因拥有前世记忆的他一心想见到旭凤，怎奈长大的他依然没有能力去找寻心上人，于是听从爹爹的旨意，嫁给当今宰相之子。锦觅相信那只爱吃醋的凤凰定会出现。果然，当他的花轿经过一片树林时，化身为火凤凰的旭凤赫然盘旋在半空，顿时就令迎亲的众人感到惊奇不已。没想到下一秒，火凤凰就引发了爆炸，瞬间将迎亲队伍吓得慌忙逃离。片刻之后，旭凤变回原本模样，帅气登场。而他等了500年，才有了与锦觅相见的机会。此时他的心里真可谓是又激动又忐忑。好在掀开轿帘后的结果并没有让他失望。可是我已经收了相府的聘礼了，这该如何是好呢？那真是可惜了，我还准备了6000年的领地。如此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每生相爱的地方，我会在那里歌唱。历经磨难的二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旭凤希望今生今世永生永世，锦觅都只能成为他的妻子。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7年，两人也有了爱情的结晶，一家3口过着幸福平静的日子。这天，他们的儿子白鹿正在钓鱼，刘英的女儿青天看到不禁询问，得知白鹿是在钓媳妇，便告诉他：“你是不是傻啊？媳妇儿得用抢的。”青天告诉白鹿自己判中了一个人，现在准备去昆仑把他给掳了来，庆祝自己510岁的生辰。如果自己被捉了，记得喊旭凤舅舅去救他。而魔界在刘英的管理下繁荣昌盛，花界特地送来水神培育的新品种。刘英想起心爱之人，便给他取名渊源。而被流放的穗禾变得疯疯癫癫，结果误入山洞，成为傻子的盘中餐。这么多年，润玉还是无法放下锦觅，他特地来到人间询问锦觅是否幸福。锦觅微微笑着看向身旁的儿子，一切尽在不言中。你自然是幸福的。还是那句话，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
如今润玉变回了温润如玉的小玉仙官，但他和锦觅的关系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两人之间的相处只有尴尬和疏远。尽管润玉心里万分不舍，也只能无奈放手。润玉前脚刚走，旭凤后脚就出现在了当场，来迎接锦觅母子俩回家。此时回到天界的润玉坐在那高台上感伤，就算报了仇，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天帝，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可自己还是一无所有，求而不得，便是天帝也无可奈何。但润玉却忽略了一直陪伴他的矿路，漫漫上神之路，矿路和野兽会永远跟随他。润玉这边充斥着无尽的孤独，锦觅这边则满眼满心都是幸福。即便此时的他依然看不到色彩，整个世界只有压抑的黑白色。然而锦觅的心里一点也不难受，因为和心爱之人待在一起，他们的笑就是最绚丽的繁花盛景。一千年一万年，从此两不相忘，任时光什么景象，我总是能记得悲伤重逢的时刻，你都说别来无恙。在那命运的客栈，熙熙攘攘的过往，我们眺望山外青山。这婚我不能结了。事情就是这样。什么？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锦觅，花界自是全力保你安泰，只是你出逃的消息恐怕瞒不了多久。润玉不会拿我怎样的，现在当务之急是寻到彭宇来治好旭凤的金丹反噬。没想到就在这时，老胡急匆匆的闯进来，说润玉已经率领天兵天将追到了花界。于是长方主立即让锦觅去后殿避一避，而他则带着诸位方主出去对付润玉。不管怎么样，他们绝不会把锦觅交出去。这一行为却导致润玉不再与他们和气，直接闯入花界，是要把锦觅带回去完婚。可等润玉气势汹汹的来到大殿之中，却只发现了燕佑君一个人的身影，便立刻询问他锦觅究竟在哪里。怎料对方不仅撒谎，还不肯归还人鱼泪，并叫嚣着想要的话就要看天帝的本事。随即两人皆化成一道光消失在了当场。而此时的锦觅正在长方主说的位置寻找治疗旭凤金丹反噬的仙草彭宇，可找了半天依然一无所获。连翘得知锦觅要寻找的东西后，尴尬的表示那玩意儿被他娘摘来，包成羊肉饺子全都给他吃完了。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那是救人命的东西啊？你吃羊肉饺子，你包大葱包胡萝卜不行吗？你为什么要在里面放彭宇呢？那人家不爱吃葱吗？吃胡萝卜老胡也不同意呀。你暴殄天物，我现在恨不得事已至此，锦觅实在是无语至极。就在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时，老胡过来讲了一个可行的办法，那就是以锦觅花神的力量，在现有的时间赶紧种出一株彭宇。得知方法的锦觅当即开始了种植。这时的老胡却非常担心润玉会不会很快寻来。月下仙人让老胡别慌，因为有燕佑君在拖着他。万万没想到，二人话音刚落，燕佑君就朝他们走了过来，并且表示自己实在拖不住。因此为了能让锦觅安心的种草，月下仙人使用绝技布下了一层结界，至少能保3炷香以内不被润玉破除。这样，蒲世君，你留下来给锦觅护法，咱们3个把那些天兵天将分头给他引开。事不宜迟，走。就这样，几人进行了分别行动。老胡把天兵天将引入了森林里，使用藤蔓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另一边的连翘看见不远处的润玉，则幻化出一只灵蝶来吸引他的注意力。果然，疑心慎重的润玉立即就追了上去，直到在一处空旷的花田里停了下来。随即，月下仙人便出现在了润玉的眼前，说强扭的瓜不甜，劝他早点放弃。然而偏执的润玉却扬言绝不放手。就这样一言不合的两人直接打了起来。随后，连翘把他们打架的事告诉了锦觅，几人明白月下仙人是撑不了多久的。好在锦觅种植彭宇的任务及时完成，便立即交于燕佑君，让他带去给旭凤。这是你自己种的，要交你自己去交吧。我不能走，如果我走的话，花姐该如何是好？拜托了。谁知润玉很快摆脱月下仙人，找到了锦觅，转而又和为锦觅护法的燕佑君动起了手。但显然此时的燕佑君并不想与之过多纠缠，打斗中把偷来的人鱼泪还给了润玉，紧接着化成一道绿光逃离了当场。健壮的润玉根本不在意他的去留，只迫不及待的要把锦觅带回去。气消了，闹够了就随我回去，只要今夜顺利完婚，一切安然如初，既往不咎。听到这声尖叫的润玉意识到他不是锦觅，果然破除障眼法后出现的人是连翘。润玉愤怒地将众人通通绑了起来，扬言锦觅一日不回就灭一品花木。没想到长方主突然挣脱束缚，竟要与身为天帝的润玉硬刚，但润玉只是轻轻一挥赤霄剑，就让长方主失去了还手能力，更是放下话明天就从他开始。其余人纷纷表示愿意带长方主受死。润玉大怒，举起赤霄剑意欲杀人，可最终还是没有下手，而是要收回赐予花界的权利。你们应该知道，谁才是至高无上的君父，谁才是这6界唯一的主。老夫把他从花界扛到了这儿，累得老夫腰都快折了，这2条腿都直打哆嗦。就没见过这么沉的霜花，他是吃什么长大的呀？他什么？
我试试。哎，手脚老实点儿。月下仙人希望锦觅能嫁给旭凤，但锦觅为了不连累花界，不愿意离开，因此无奈的二人只能将其打晕带走。就这样，三人坐上了前往魔界的渡船。而此时的旭凤得知锦觅逃婚的消息，心中不自觉地对他产生了关心和担忧，又认为这不过是润玉收回花界的计谋罢了。可他还是命刘英调一支精兵驻扎在花界附近，随时支援。好了，还有2个时辰，婚礼就要开始了，你也收拾准备，打起精神，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就不信了，受了这般刺激，他穗禾还能够深藏不露。此前月下仙人收到旭凤与穗禾婚礼的喜帖，便特地来找旭凤为锦觅抱打不平，说是穗禾设法带走了还帝凤灵，从而保住了旭凤的一魄。没错，可真正救活他的是锦觅求来的9转金丹，并且锦觅为求得药引玄穹之光，差点丢了命。然而听到这些话的旭凤依然不肯相信。他把刀刺入我后背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一刀两断，再无瓜葛。随即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了当场，独留月下仙人待在原地唉声叹气。没想到事情却在这天发生了转机。旭凤意外瞧见穗禾耳朵上有道伤疤，正是仙水神的绝技水系凌波掌。尽管穗禾谎称是在九阴洞被锦觅所伤，但旭凤还是看出那并不是新伤。于是旭凤来到锦觅和穗禾打斗过的九阴洞，果然在石壁上发现了琉璃净火的痕迹。可是穗禾一向娇弱的很，他又耗费灵力滋养我的心魄。虽然我想找出杀害水神、构陷我的真凶，但是我更不想冤枉无辜之人。真真假假，一试便知。刘英提出在大婚之日偷梁换主，由他来代替穗禾和旭凤成婚，以此来刺激穗禾使出琉璃净火。思考再三，旭凤最终答应下来。大婚前夕，穗禾突然听到要过验心石一关，他心里非常清楚旭凤不喜欢自己，便偷偷将验心石换成了一块假的。很快时间来到了大婚当日，操碎了心的月下仙人是要拨乱反正，他把晕倒的锦觅藏在法杖里面，拖着去寻找穗禾的房间，好完成交换。可锦觅实在是太沉不禁让他抱怨：沉死老夫了，快过来搭把手！你自己发上，你自己不会扛，我才不跟你当苦力。好在已经到了穗禾的房间，燕佑君立马从门缝朝里面看去，果然发现了正在梳妆打扮的穗禾。等侍女离开后，两人立即潜入房间，眼看穗禾坐在梳妆台前一动不动，月下仙人当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抡起流星拳就朝穗禾狠狠地砸了下去。可当吃痛的穗禾露出他的容颜后，顿时就令月下仙人和燕佑君大吃一惊。怎么是你啊？来人！姑奶奶，姑奶奶，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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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缘由后，刘英开始脱掉婚服，他认为锦觅更适合当这个新娘。而此时正在沐浴的旭凤听侍女来报，已经用销魂香迷晕了穗禾，大概2个时辰后会醒来。随后旭凤来到大殿之上进行大婚典礼，月下仙人则拉着锦觅的手缓缓走入了大殿。卞成王意欲请月下仙人上座，可月下仙人为了不让大家发现新娘被调包了，便用自己是旭凤叔父的身份要当主婚人。得到旭凤的点头后，卞成王不再说什么。就这样，月下仙人拉着锦觅来到旭凤的身边，今天势必要让2人成功的拜堂成亲。一拜天地！就在锦觅准备跪下时，却被旭凤阻止下来。旭凤认为自己涅槃重生，再也不是什么天界上神，他和天帝润玉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有生之年绝不拜天，所以今日大婚只拜这魔界大人。我在情书里找到每声相遇的地方，我会在那里等待，一起看斜阳。而如今旭凤的父母共赴鸿蒙，他生死之际是卞成王舍命收容，才脱胎换骨两世为人。这2拜就拜对他有再造之恩的卞成王。接着就到了夫妻对拜的环节，夫妻对拜。然而听到这里的锦觅却僵硬着身体，旭凤还以为是刘英心中有所顾虑，暗暗想着日后会向他父王赔罪解释，殊不知锦觅正在极力的摆脱控制。